借用烹饪，煮出爸爸曾经的味道。学点厨艺，是自己和家人的福气。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厨艺基本刀工起全鸭，就是在不破坏整只鸭皮的情况之下呢，把鸭子里面的骨头全部取出来。第一步呢，先从鸭肩膀开始下刀，先把鸭翅膀与松骨连接的关节切开，分开以后呢，就一点点呢把鸭皮带肉呢翻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尽量用刀尖和刀背分割鸭松骨，特别要小心鸭背的部位，因为呢这个地方呢鸭骨呢基本上跟鸭皮是连在一起的，中间没有肉，很容易弄破鸭皮，所以要用刀背来敲刮。起全鸡全鸭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，是广州3级厨师考的其中一个技术项目，但在家庭烹饪当中呢，如果你露这么一手，必定技惊四座。我告诉很多年轻男孩，学会这一手，女孩子一定会为你倾倒啊！那些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年轻人，或者感情生活不够幸福的那些已婚朋友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把我的饮食视频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必定可以学会几招，保证你的感情生活不成问题。不是骗你的。据历史记载，民国时期广州有一位美食家叫江孔殷太史，他不但会吃，而且呢厨艺还非常了得，现在还历久不衰的广州名菜太史五蛇羹就是他的杰作。江孔殷太史一共娶了12位夫人，当然了，从今天的角度，这种行为呢极不可取，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，掌握一手优秀的厨艺，的确可以为家庭生活增添色彩。现在到了鸭腿和松骨连接的关节，要先用手呢把关节掰折，再用刀把周围的筋切断，这样鸭腿与松骨就可以分开了。4只骨头分开以后，鸭壳基本上就可以拿出来了。鸭尾最后的一块要留在鸭身上，有小部分的尾骨留在鸭尾也是正常的。这样整只鸭皮就比较完整了。当然不是做一些特别的菜色，也不必要起全鸡全鸭，把鸡鸭分开半边来起骨呢，会容易得多。我也拍过把鸡开边以后起骨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参考。松骨取出以后呢，就开始取4只的骨头了。鸭翅膀呢，就取上臂的骨头就可以了。鸭中翅、鸭翼尖的骨头不用取。我们要先找到鸭上臂的骨头，用左手拿着骨头向鸡中翅的方向刮，刮到快到关节的部位，把上臂骨头切断就可以了。左右一样做法。起全鸡、起全鸭都是厨艺一个基础的刀工，所谓食不厌精，坏不厌细。家庭烹饪虽然没有酒楼饭馆那样对菜色的造型有严格的要求，但从营养、健康、卫生的角度，对基础刀工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，而且呢，可以为家庭饮食节省开支和提高工作效率。特别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孩，对不带骨头的食物更加习惯。现在要取鸭腿骨，鸭腿骨也是先取鸭上腿骨头，先把上下腿中间的关节切开，在上腿骨头两侧呢切2刀，左手拿起腿骨，右手用刀刮腿骨上面的肌肉，刮到腿骨的尽头，把旁边的筋切断，就可以取出腿骨。我以前也制作过一个视频起全鸡，方法跟起全鸭差不多，大家可以参考这2个视频，记住那些关键的步骤和方法，反复练习，一般经过2、3次的练习都会成功。取下腿骨的方法跟取上腿骨有点不同，在下腿骨旁边隔1刀，在尽量靠近小腿骨与鸭脚关节的位置把小腿骨砍断，用左手拿着鸭脚关节把小腿骨旁边的肌肉刮走。这里要留意，小腿骨旁边还有一根很细的牙签骨，也要把它带上一起切除。松骨和4只骨头全部取出以后，起全骨这个工作就全部完成。
我自己经常起鸡鸭骨，拿鸡鸭骨头来炖汤，又可以炒，可以蒸，可以煮粥，可以滚汤等等。如果拿连骨带肉的鸡鸭来炖汤，我觉得除了浪费之外的话呢，还感觉太过油腻，不符合我的健康饮食原则。我很多时候都是用鸡鸭骨头再加一块瘦肉来炖汤，这样炖出来的汤呢又香又甜，还没有油腻。家庭烹饪呢，一定要先考虑饮食健康，其次再考虑味道和造型。所以呢，在家做饭，懂得一些厨艺的基本刀工是绝对有必要的。我的频道还有更多其他视频，欢迎搜索观看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请帮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。下次再见。